边是靠博彩业起家，关系盘根错节的赌王家族，另一边是自带港片江湖气、叱咤风云的向太一家。这个富家女嫁给一个演员，等于算下嫁了。那她求的可能就是没关系，我可能演艺生涯也不知道会不会再上，下了也没关系，我娶了个富家女。可是富家女这边呢是不给任何金钱支持的，房子都不给买一个，属于这个富家女名下的。为什么？故意的，可能妈妈不看好，就不放任何钱给你。婚礼的钱是他花的，他全部家当用在婚礼上了。他现在出来根本连婚礼钱都赚不回来。他们离婚了吗？现在在闹离婚，到插门了，你是一定不要了？我没有女儿，我孙女也不可以这样，会很辛苦。男人的自尊心跟自卑感，你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基本上你们自己问自己，你是不是觉得你是家庭是以你为主的？是，对不对？你不可能说以你老婆为主，什么都听她话，不可能。然后钱都花她的，你的自尊心也受不了，你的自卑感也在作祟。我这么窝囊。所以两个男人都有，自尊心又强，自卑感又重，他的心理问题很难解决。所以其实那些网上那些男的说我要吃软饭的，都是在放屁了。放屁，他吃得一时，吃不了一世，对不对？谈恋爱呢，随便谈。如果是婚姻的话，奉劝你们绝对不要下嫁。越有钱的家庭，女儿越是不能下嫁。我刚刚上个礼拜在台北，我最好的闺蜜。因为她很有钱，现在那她的女儿就要嫁给一个穷鬼，那她说我反对，如果无效的话可以啊，婚前协议写清楚，所有东西不是她的，丢给那男的签呢，我才让你结婚呢，要不然我就改我的遗属嘛。她就2个女儿嘛，老公已经去世很早，她就很坚持这样，就是千万不能下嫁，如果下嫁，拜托你为了保护女儿，1毛钱不要给她。看他这个婚姻，如果能够走得长久才给钱，走不下去你也没有损失啊，损失了几年的青春嘛。对，你有足够钱去保护他。当然被下嫁男分一半走，平嫁也好，上嫁也好，都没那么辛苦。下嫁是一个灭亡之路。过去港澳两地井水不犯河水，所有人都以为他们是2条平行线，但就在今年7月，平静被打破了。美高梅一纸诉状，直指向佐，称其在赌场借贷200万筹码，至今未还。而按下和按钮的，正是赌王钦点何家如今真正的掌门人何超琼。这一招快、准、狠，直接将了向家一军。而向家的反击也立刻就到。后面向家这边另向家的回应，嘴上说着是误会，向佐只是给朋友做了担保，但那句向家会差那点钱吗，才是真正的潜台词。佢蠢咯，咪擔保呢樣嘢係咪？要買個教訓咯。你知道佢單純嘅。但即便回應再快，這場賭場催債風波還是把向家的體面放在了火上烤。一直到现在还能看到有人问，一會看到向佐欠錢的消息，一會看到向太直播帶貨，向家是不是真的要破產了？真係冇爭落呢啲錢，又冇被曲冇窿，真係冇。你3百棟就殺到㗎，忍無可忍已經係，唔係喎？呢條友係公出版嚟嘅喎，係國安法公出版嚟嘅喎，唔翻得嚟嘅喎。哦，或者佢錢對他們來說早已是數字，但面子是必須贏回來的。從底層拼殺上來的向太，絕不是吃啞巴虧的主。2天後，向太的反擊來了，不走法律，只誅人心。他發視頻講了個故事，一個富家女和男明星鬧離婚，婚禮前男方掏光家底，婚房是女方的，男方不僅出了裝修錢，連結婚都沒登記，最後淨身出戶。吃瓜群眾還在猜這是誰，向太幾乎是把答案餵到了嘴邊。男人的自尊心跟自卑感，你是解決不了的問題，吃得一時，吃不了一世。矛頭所向，正是賭王最美千金何超蓮和她的明星丈夫竇驍。你動我兒子生育，我動你女兒婚姻，這下兩家都站上了風口浪尖。看，這就是棋盤上的4位核心人物：何超瓊、向太、向佐、何超蓮。就在輿論沸騰時，向太卻突然刪除了那條爭議視頻。這場和向兩家的豪門恩怨，至此進入了最精彩的篇章。賭場風雲對上江湖往事，這簡直是10部港片才能攒出的頂級戲碼。这回好，两家都在今年出了回洋相。網友們是徹底吃撐了，這種級別的對決可不是天天都有。但就在此時，向太卻毫無徵兆地刪除了視頻。這一招殺敵1000自損800目的已經達到，而何家公關的速度同樣頂級。知情人士立刻闢謠，何超蓮竇驍感情和睦，甚至已經在備孕。看懂了嗎？
一个澄清了债务危机，事业照旧；一个粉碎了婚变传闻，还赚足曝光。向太更是赚妈了流量，这才是顶级玩家的玩法，点到为止，各自体面。愿你的世界里少一些算计与纷争，多一些简单纯粹的快乐，不必身处风暴中心，也能看遍风景。现在说自己很穷，我是真的很穷爹，我香港还在亏钱呢，我是真的很穷。反转，报何超莲婚礼是亲妈出钱，窦骁不愿签婚前协议，所以没领证。何超莲跟窦骁的婚姻，因为向太一段话被推上风口浪尖，两人婚姻现状也引发关注。目前双方都还没有回应，只有一个所谓知情人出面否认，表示两人感情甚好，而且还在着手备孕。也有网友冲去了何超莲评论区，吐槽他家太抠门，婚礼和装潢都让男方出，实在是太有防备心。婚礼有男方出资这个说法是当年港媒爆出来的，港媒称何超莲的婚礼花费超过5000万港币，约有4400万人民币，加上近期向太在视频中爆料男方花钱包办婚礼，导致这个说法越演越烈。甚至有网友爆料，窦骁还给何超莲的新房子掏了装修费，而何超莲本人也爆料过，婚礼是全部由新郎包办，自己什么都没管。因此婚变传出来之后，外界纷纷认为豪门家族太抠门，还有一直有一个说法是两人根本没有进行结婚登记，所以就有网友替窦骁鸣不平，觉得女方太快计算了。其实两人婚变已经被爆2年了，比较集中的说法就是这个没领证，双方也没回应否认过。如今又有了新的爆料，婚礼并非窦骁出资，而是何超莲的妈妈，也就是三太，为了压私房一头，所以出资给何超莲办了盛大的婚礼。但是因为窦骁不肯签婚前协议，所以两人至今没领证。按照爆料的说法，赌王家族为了资产不外流，下一辈婚嫁都要签署婚前协议，确保资产掌握在自家人手里，而且生一个孩子就能从家族基金里多拿一份钱。同时家族联姻的话，结婚可以从家族基金里申请资金办婚礼，不用自己花钱。但如果另一半不是家族联姻，那结婚就得自己承包。这也就是为何奚梦瑶跟何猷君至今没办婚礼的原因。还有何超莲找的另一半也是明星，婚礼是由亲妈出钱。赌王病重那几年，私房的女儿何超莹出嫁，跟哈尔滨富商家族联姻，成功申请到了资金办了婚礼，而且生了一个女儿，多拿了一份。男方还签了婚前协议，拿了500万彩礼，因此风风光光办完喜事。这就让三太也羡慕嫉妒恨起来，所以为了压一头，就同意何超莲跟窦骁办婚礼。但因为窦骁不是家族联姻，所以无法拿到家族结婚基金，因此三太自己出钱给女儿办了婚礼。虽然窦骁也按照何超莹老公的做法给了500万彩礼，但是他不肯签署婚前协议，所以三太陈婉珍就一直不同意两人领证。何超莲自己处境也很尴尬，至今没能凭借家族联姻或者生孩子拿到更多实际利益，或者进入家族企业，更别提窦骁了。如此看来，这个爆料的说法其实也有一定真实性。毕竟豪门的条条框框确实很多，而且都很会计算。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就是当初何超莲结婚，赌王家族出席的人很少，而且普遍都认为她结婚不如姐姐们排场大。如今看来，很可能是经费并非家族基金出，肯定规格就小了。这么看下来，何超莲跟窦骁的结合完全就是出于喜欢，没有家族联姻，没有奉子成婚。何超莲选择了跟自己喜欢的人携手，只是爱情在利益或者豪门面前，并不一定经得住推敲或者考验。光不领证这一点，外界就很难理解。但是放在豪门面前，不签婚前协议不领证，确保资产不外流，确实很有必要。只能说，希望两人能够好好沟通，毕竟走到婚姻这一步实属不易啊。报窦骁婚变原因，何超莲曾怀孕又流产，相关照片被扒，女方变化明显。向太近期的爆料，让何超莲窦骁的婚姻状况再度被关注。有知情人辟谣传闻，表示二人感情甚好，还在积极备孕。也有爆料者透露，何超莲窦骁的感情确实出现问题，而且也是因为孩子。这则爆料称，何超莲很有事业心，半只脚踏入娱乐圈后就认真努力工作，期间窦骁曾经反对，但他却坚持事业，最终疲劳过度导致流产。这件事后让女方身心受损，男方却不闻不问，导致二人感情出现问题，经常争吵。虽然这只是网络爆料，但根据以往时间线来看，并非空穴来风。何超莲2023年结婚后不久就被屡传怀孕，这段时间她的通告很多，经常参加各大活动。从活动的现场照片看，她的孕相十分明显，小腹有明显的凸起。在一些聚会上，尽管用大衣刻意掩盖肚子，但仍旧能看出来，当时不少网友确信何超莲怀孕了。不过自2023年底之后，何超莲再次公开亮相，小腹就变得平坦。这一次也是何超莲和窦骁婚后的首次合体，
但二人状态却不似从前亲密，尤其女方表现冷淡，期间还甩开男方的手。不少网友看过后都直言不看好他们的婚姻。此后，两人婚变传闻就越来越多，线上的隔空互动也几乎成了例行公事。到了2024年，何超莲曾被媒体问到是否怀孕，她很笃定回答没有。在被问到是否备孕时，她表示一切随缘。当记者问到婚姻问题时，何超莲称其实有和窦骁一起出去，只是没有拍到。果不其然，很快就有台媒拍到俩人一起现身台北某医院。根据狗仔爆料，当时就诊人是窦骁，他连续2天现身医院。第一次是何超莲陪伴，俩人状态悠闲，不像身体有问题。第二次是窦骁单独现身，身边有人同行，手上还拿了一个文件袋。狗仔透露，他拿的看起来是中药，上面还有他的名字，侧面证实窦骁只是调理身体，并没有实质性问题。这则视频曝光后，曾经引发网友质疑。有人不解，如果只是单纯生病，两口子没必要排除香港和内地的医院，反而大老远跑到台北医院。更有网友大胆猜测，二人或许是为了要孩子，但却选择了另一种捷径。耐人寻味的是，从2025年开始，何超莲窦骁不仅没有公开合体，连公开活动都变少了。最近一次还是5月份女方生日，男方简单发了个祝福，女方也是敷衍回应，给人一种淡淡的感觉。关于何超莲是否生孩子的话题，网络一直有讨论。而关于被屡传怀孕，何超莲虽然否认过，但如今又有流产、备孕等相关消息，结合时间线，似乎都与爆料对应上了。何超莲和窦骁这对夫妻，自从恋情曝光后就一直备受争议，之所以如此，无非是两人家境不对等。如今结婚才2年多，婚变流言就喧嚣不止，尽管向太已经删除了视频，但这次舆论发酵很大，他们始终不回应的态度也让人很疑惑。或许这段婚姻的背后真的有很多不能对外人道的隐情吧。窦骁也没想到自己散尽家财娶了个2代，如今却狠狠打了他的脸。男王晶、女向太各翻起老黄历，在短视频一桩桩数着娱乐圈前朝的旧账，狠起来连豪门都要被嘴一下。比如向太就吃瓜吃到了何家，他爆料一富家女下嫁给娱乐圈一男演员，一场婚礼，男演员散尽家财博白富美一笑，而女方却在婚后的财产上各种防备，连基本的房子都吝啬不给一套。一个高攀，一个一毛不拔，终究隔了层肚皮，眼下正在闹离婚。没有提名字，线索的指向却很明朗，就差把窦骁、何超莲的名字打公屏上。视频含糊其辞，在评论区，向太则直接摊牌。很多网友不解，精明如向太，何苦为一点流量去招惹何家？其实他是在报复。先前向左欠赌债的八卦闹得很大，就被曝是何家的手笔，这就有了向太的以牙还牙。你曝光我儿子财物不检，我回敬你家族的婚姻危机。只是大家族间一过手，难堪的却是窦骁。对于窦骁，很多人持的态度是恨铁不成钢。当初他演戏也是干出了成绩的，既有作品，起点是张艺谋选中的谋男郎，在《山楂树之恋》里饰演纯情的老三，一笑感觉世界都晴朗了。还是《楚乔传》中意气风发的烟巡世子、白月光级别的角色。另外，窦骁的硬件在内于无代餐，干干净净的阳光大男孩，比他帅的没他高，比他高的又没他演技好，有型又正气，独一份的类型。如果能在最红的时候在网上拼一把事业，顶流梯队，他该占有稳稳的一席。然而，窦骁都把野心放在择偶上，在遇见何超莲前，感情里走过的几遭都是跟富家女，像程小月、欧阳妮妮。大抵跟年少经历有关，本来家境优渥，移民加拿大后没多久，家里的钱就被小偷洗劫一空，家道一朝中落。衣食无忧的少爷，一夜之间变成需要打3份工来交学费的穷小子。比起挤破头混娱乐圈，他那颗想要重回豪门的心，显然要迫切得多。与何超莲相识于2019年的一场饭局上，他主动找话题，是不是在某个活动见过？这种搭讪套路，尽管在何超莲第一眼中落了俗，格外掉档次，但并没挡住窦骁一步步闯进他的世界。和窦骁一起被张艺谋选中出道的周冬雨，影后都拿下好几座，超了他不知多少个弯。与此同时的窦骁却整天围着何超莲转，付之以高情绪的陪伴，走到哪抱到哪，粘在何超莲身上当挂件。被媒体的镜头围堵，他目不斜视，坚定地拉着他的手，将其护在身后，男友力拉满。感情最好的时候，连简介都大大的写着何超莲老公。犹记在热恋期，恰逢他的新剧热播，观众都磕剧中 CP， 窦骁却从头到尾不敢跟女演员互动，反倒变本加厉谄媚起何超莲。这一波操作下来，观众缘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恋爱脑终究糊住了事业心。
2023年，窦骁掏空家底，亲力亲为的在巴厘岛设计了一场盛大的婚礼。外人眼中很深情、浪漫的行为，在守成者三太陈婉珍这就暴露了他有多想要，恰恰是豪门最忌讳的。婚后没领证，没生孩子，家族聚会也从来不带窦骁，里里外外都排挤提防。外界一直朝他是赘婿驸马，于窦骁来说，实则是鱼食撒了，鱼是一条没钓到。也有人说是窦骁在感情中的姿态没摆对。何超莲爆料过，窦骁要更强势一点，会发脾气。有次他手上的老茧不小心刮到何超莲的皮肤，他让说对不起，他拒绝，就因为道歉这一件小事吵起了嘴。说起来，窦骁也不易，只要找的对象是何超莲，就会被怀疑有目的性，捂住自己的钱袋子会被说吃软饭，大手笔的娶老婆又让人感觉是用来博什么进南宫退南守，说到底还是门不当户不对。向太捅破了这一场豪门婚姻中的算计和博弈，一路高歌，结果竹篮打水，全网都在看窦骁的笑话。一手好牌打稀碎，是对窦骁最精准的评价。演了《楚乔传》，难得遇上事业的一次小高光，本可以趁热打铁，再上一个台阶，他却放弃做演员的野心。本可以腰杆挺直，找一个势均力敌的对象，偏偏要去高攀趟豪门的浑水。娶了何超莲，多了一层大家族女婿的光环，再反过来好好运营自己的明星价值，没准能在事业上破局，也或许能让丈母娘高看一眼。没想到结个婚，他的演员生涯一连断档好几年，自我价值模糊不清。如今也才36岁，黄金的青年阶段，看接下来的规划，窦骁醒悟的还不算晚。形象状态仍保值，在被张艺谋选中参演央视投资的重磅大剧主角，红领带白西装，那股子意气风发的劲还在。除此还有2部剧待播，2部电影待映，事业心又起来了。简介也从何超莲老公改回了演员婚姻还稳不稳不清楚，只知道前程什么的捏在自己手里才踏实。和何超莲分手10年，46岁吴克群仍单身，其电动车不追求金钱和豪门。何超莲和窦骁的婚姻因为向太的一番话而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很多人对婚姻中女人下嫁和男人高攀的探讨。何超莲和窦骁很显然就是属于女方下嫁，有人同情何超莲，有人同情窦骁。很多人应该都知道，何超莲婚前曾经和吴克群谈了4年的恋爱，最终失败告终。如今46岁的吴克群依然是单身的状态，只是那个曾经在年少轻狂时期喊话要在5年内超越周杰伦的大男孩，如今终于长大自洽了。为你写了半生诗的大男孩，终于做了不可能的事情，穿越巅峰低谷。在经历人生巨变之后，他终于把自己活成了普通人。他不愿意参加活动，却愿意无报酬地出现在陌生人的婚礼上献唱送祝福。他会骑着小电驴在街头上吹着风，享受着接地气的生活。他活成了自己最喜欢的自由的模样。有时候我们都只差一点怡然自得的感受。吴克群自称每一次骑电动车的时候，他都会感受到一些人很烦躁，因为他们在工作，在送外卖。吴克群意识到学校和社会都只教会人如何成功和赚钱，却忘记了教人怎么样才能幸福。如果有一天你感受到自己当下消失了，没有任何遗憾，那就是幸福了。就好比现在的吴克群，历经母亲的过世，他才懂得和父亲敞开心扉，主动表达爱。虽然父母从小喜欢争吵，但吴克群一直都知道父母是爱自己的。现在的父母压根就不知道，他们只会要求孩子考好的大学和找到好工作，却忘记了教孩子如何学会去爱人和被爱。46岁的吴克群会花很多时间去陪伴自己的父亲，而非浪费时间在一些无效的社交上，因为无效社交就是在浪费生命。做很多自己不爱做的事情，也会浪费自己的灵魂。这也是如今很多人都在偶遇吴克群的原因，因为他就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如今这个浮躁的社会，每个人都在计算流量和数字，迫使大家越来越疏离了。而这些正是吴克群所不屑的。如果当初他能够八面玲珑一点，或许现在早就是天王了。但如果真的那样做，也就不是吴克群本人了。真实的吴克群就是不在乎和追求豪门，更不会去讨好任何人或者事情。有的时候只世故而不世故，也是非常通透的一种体现。人是非常奇怪，当你越是没有的，你就越想拥有。就好比当年好友在吴克群经济不好的时候送了他一件秋衣，他虽然感受到善意，却也感受到了自己的自卑。如今他才懂得，如果自己不自卑，就不会被这些外在的东西所制约。如果能够享受到不被关注的时刻，能够跟自己活着爱的人相处，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46岁的吴克群历经大半生，才懂得一个人你所追求的都是你得不到的东西，你追他就在跑。很多人都想要追求金钱、成功、幸福、快乐，
但这些都是原本你不该拥有的东西。凡我所失，皆非我所有；凡我所求，皆受其所困。追求本质是自己为了满足内心的期待，主动去靠近、去投入的人或者事。它让你在过程中感受到有所盼、有所为。用吴克群如今的话来说，他现在无欲无求，一点都不追求金钱、名利、爱情。他如今住在杭州，还买了一辆电动车，每天骑着自己心爱的小电驴去西湖兜风。46岁的吴克群，他只想要单纯的去追月亮。瞬间感觉吴克群这一番话有点像是在点窦骁的既视感，只可惜窦骁可能并没有这样的通透的认知，因为很多东西你得到了才放得下，你没有得到，就算懂太多东西也是没用的。吴克群没有踩过的坑都让窦骁踩了，网友们这句话的含金量又在升高了。终于明白了为何当年吴克群会和何超莲分手，他一直都很清醒，知道自己不想要的是什么。他本就不是虚荣浮躁的人。46岁的吴克群更追求的是内心的大自在和自由，他已经离幸福越来越近了。人生的大境界并不是有车有房有钱，而是无欲无求，无忧无虑，无病无灾。实际上是个拼二代。我们现在去试餐。除了来往于港澳之间处理工作，何超莲也自己开店做慈善，活脱脱斜杠青年的中坚力量。呢個係好重啊個味，跟住就其他就唔係咁出。因為個餐味本身到嘅。吃貨連連，試菜他有發言權。可能係個 balance 嗰度失眠啦。咁我哋喺未來嘅日子裏面咧，將會套轉中嘅成個政治就係。但係同我哋本身即係 forecast 係爭幾遠。倫敦大學經濟學碩士出身，處理財務工作是何超蓮的老本行。係未追到？未追到冇錯。我覺得係比我預期中好嘅。咁我覺得其實最緊要係可以傾到多啲大型嘅活動，同埋要年輕化咯。所以嗰個 fashion show 我會俾心機再傾下佢。所以係交。何超蓮從小被父母教育要勤奮。身上有一股金牛座的牛勁兒。I really think that Lower Deck you should do something some like weekend markets， 即係定時定候，即係啲人會知道哦 weekend 呢度係有一個譬如 Sunday market 咁樣去搞，我覺得係 OK。You ready? Yes. Oh wow. Special wine. Yes. What's so special here? Special wine because here. Oh, this is the one of my birth, like my birth year. Okay. This is the top Portuguese wine. Have you met my dad before? Like Stanley? The Stanley O? No. I'm sure he'll like you. Unfortunately, no. 鬼马的他会把在香港创业的经验带回来。尽管很多人觉得澳门和香港很像，但它不是一个大城市，占地面积只有香港的1/33。葡京是何超蓮在澳門的家，他關於這座城市的所有記憶都在這兒。不過你食過，我食過。每次回來，何超蓮都在這裡家庭聚餐。今天他和阿姨、表姐約好了一起吃飯。哦，我認得喎，以前都係呢個樣噶嘛，係嘛？以前個最早期嗰個 logo 嚟嘅，見咗個緊係個 logo。我們剛點了一個摩羅雞飯。唔係葡國雞飯，葡國雞飯，摩羅雞飯係茶餐廳嗰啲嚟嘅。摩羅雞飯我阿媽拿手好戲。係咩？唔係番茄蛋咩？你阿媽？摩羅雞飯你冇食過？我未食過喎。你成日都煮嘅，你老豆中意食啊嘛。係啊。你係咪好驚你阿媽嘅細個其實？梗係啦，超驚嘅唔該。而家唔驚唔驚？而家唔驚。佢哋咧咁多個嚟講啊。最惡，佢哋感覺最惡就係你阿媽。佢係啦，簡直剛才無愧啊！係最係最。這麼多個兄弟姐妹，最兇就是我媽了。贊同，她就是你不能做錯事情，就是我媽教小孩的方式。其實我現在想起來是好的，但是小時候就覺得她很恐怖。阿媽成日打喎，大佬點？我啊打得少啊，你以為真係？成日搞你老豆，我記得整蠱你老豆。整蠱佢。阿老豆細個同我哋講話去讀書，又係唔讀噶嘛。咁啊請個補習老師翻屋企，咁補習老師咧就教到瞓着咗，咁咧佢就搣啲紙仔逐粒掟入個口度。咁嗰次咧老豆我坐喺架車度，佢又瞓着咗，佢個口又擘大咗，我咪開始掟啲紙仔落去個口度，跟住佢醒咗，我俾我媽頂，跟住老豆話：咁冇辦法，我講俾佢聽。其實你由細到大冇變過嘅性格，我覺得係係嘛？都比較執着咯。執着就係咩嘅話做嗰樣嘢啊，死都要做到。咁咪似老豆啦，老豆都係咁。係，我都覺得你似老豆多嘅。係嘛？你細個咧諗住大個做咩㗎？細個護士。我曾經有2個志願嘅。因為你阿媽做護士。係啦，
嗰陣時好仰慕啊嘛，雖然佢成日話我喺度整鬼佢，一個係護士，一個係家庭主婦。你話呢啲夢想家庭主婦你知係你喎，我真係細個想做家庭主婦，因為似你阿媽。係啦，細個真係梗係覺得阿媽做嘅嘢最好啊嘛。你記唔記得你細個好中意講笑㗎？哦，跟住問你哋好唔好笑？係啦，你老豆你阿媽跟住笑㗎喎。亲情是何超莲人生里最珍贵的宝物，她记得和父母的点点滴滴，这也是平日谦逊的她难得看到的骄傲面孔。最能感受老澳门的是陈显耀工作室半径500米以内的地方。今日唔射嘅。这里聚集了澳门最多的世界遗产。街坊茶楼、神香佛器老店仍然维持自身步调，保留着传统的商业生态。今日冇嘢做啊？佢話呢個係你喎，你睇下你自己認唔得？喺幾時影㗎？17年前。唔聽到。你有冇搞錯啊你啊？係咪你嚟啊？對下先啦，嘿！老城区的每家店，陈显耀都拍过无数次，老街坊都習慣了這位光頭靚男和他的相機登門拜訪。今日唔啱拜訪，唔好意思啊！我順便帶人嚟影啲鏡頭嘅。喂，唔該晒。我們這一區很多店很有澳門特色的，澳門好像這類的店呢，可能沒有多少間啦。嗰啲舊相喺咪度啊？冇得張咋，得張你影嗰張咋。其他呢邊咧？唔係啊，水浸啊，嗰時。這張照片就是當年我在這裡拍的，這個店是很有名的，做的粽子。有咩嘢㗎嘛？有咩特別嘢？冇咩特別嘢。嚇？冇咩特別嘢。喂，小心啊！今晚喎。係啊。喂，都唔知你啊。唉，我真係犀利，打人一個人。受地理位置影響，澳門經常有颱風。喂，天鴿係幾時啊？幾月㗎？2017年8月23號。哇，冇記性。好，黑格地2008年，其實係9月23號嘛。咁啊，山竹咧？山竹係2018年8月17號。哇，犀利！佢係我個顧問嚟嘅，即係攝影師啊，跟住我話我山天鴿咧，佢全家幫我影到我咁厲害啊！我驚天鴿嗰時浸死佢啊，所以同佢影一張。如果啲鑊浸死咗啊，啲遺照嚟㗎啦。遺照啊！啊，這個店大概到這裡吧。咁高啊！我度浸到咁高，這裡當時的店鋪。這裡到這裡。我在2017年的時候，澳門最大的一次水災，我在街上。因10號風球而生的陰影，至今沒有遠離澳門人。他們玩笑裡的人情味兒，沖淡了這段記憶帶來的傷痛。淹死了他，可能是他的遺照了。呢件嘢邊度做㗎？平價嘢嚟嘅嚇，有得張㗎嚇。我哋帶啲朋友去第二度影下，冇嘢影喺度啦嘛，大佬啊！你家人唔夠規格唔影你嘅，唔夠規格呢真係我知道我哋識影。睇下我朋友。好，走，好，唔該晒喂。現在的澳門人普遍有了天鴿後遺症，一旦掛起8號風球，不用提前打電話就默認所有約會取消，達哥也不例外。今天聽這個 Takanaka。打雷的聲音開始，打雷了，再搖滾的音樂也不能讓達哥擺脫對颱風的恐懼。哇！我真係好怕颱風，因為細個嘅時候我真係一打親風我驚。我細個住啲鐵皮屋，咁我哋又會點樣會水浸啦。跟住之後我就話，以後咧我選擇我住嘅地方咧有2個條件，一個條件一定喺斜坡度，第2個地方咧。賽車嗰個跑道旁邊嘅，咁啊1樓。這就是您說的賽道。對啊，從這裡上來的。這個葡京灣。達哥是第1代玩車的澳門人，小時候買不起大賽車比賽的票，只能爬到樹上看。長大後買房子的首要條件就是能在家裡看賽車。最快了，摩托車是，很快。我係一個電台嘅 DJ 啦，我係一個平面設計師啦，
我亦都係一個服裝設計師啦。shop 我又係一個老師啦。咁我自己又係即係做樂隊裏邊嘅一個成員啦，又係一個愛好者，咁車愛好者，藝術愛好者。我都喜歡放一台車在家裡，這台車是可以開的。細個就已經好中意車嘅嘢㗎啦，好中意睇賽車，所以喺呢度就呢間屋就係可以成日都可以睇賽車，每一年都可以喺度睇賽車。咁我有一個朋友咧，佢就知道我中意啲咩咧，即係我嗰個做消防員嘅朋友阿強。我同阿強我認識30年啦，佢對澳門嘅車真係好熟嘅，然後為咗睇車就扣留咗啦。我應該要快啲去攞翻佢。呢架車我好中意嘅，但係我已經2年冇見過佢啦。而家佢已經放喺一個戶外嘅地方，受住颱風，受住我唔知會唔會有水浸。這個事情很複雜。一次交通事故讓達哥2年沒見到愛車。我也害怕。都說男兒有淚不輕彈，可老朋友遭的罪，在他心裡不知道預演了多少次。所以而家我架車應該要點樣去搞翻出嚟咧？我就要揾呢個阿強去同我諗一諗佢啦。還沒到取車的日子，達哥已經迫不及待想去看看。這是我爸爸。見到老爸也只是草草打了個招呼。出發啦！老城路窄是出了名的，車比車位多的極端條件，更是讓人人都成了車神。今年搞唔搞賽車未知喎，你叫我嚟睇度跑道。哇！你知唔知今次？喂，早幾日我睇 James Bond 喎。達哥的愛車體質吸引了超級懂車的阿強。2個陌生人騎摩托車在街上偶遇，就像開着雷達一樣相互吸引，聊車聊成了幾十年的朋友。泥黃色嘅呢啲啊！哦，呢啲啊！呢啲啊！哇！你真係要睇睇啊！哇！真係想睇呢架車喎！你20零歲揸就冇睇嘅。哦，咁梗係啦。有啲嘢要配合嗰年紀嘅。大賽車的賽道就在城市裡。阿強以前是車手，今天開車的路80%他都飆過，一不小心就漂移了，嚇得攝影師機器差點掉了。慢一點，稍微慢一點。呢度佢個車，好似直睇，藍色那一台，白色頂嘅，白色頂嘅，藍色那一台。開心，唔係好大鑊啫喎。冇嘢啊，嗰車冇嘢。哇！幾多經典車？有啲車梗係表面消失咗，仲喺度見到。喂，有啲舊嘢喎。係啊，16941呢個我啊。嚇？我買俾個 friend 16941啊。M7890啊，見唔見啊？M7890。電單車啊！哇 ，M7890咁靚嗰牌。考牌學車嗰時咧考牌車嚟嘅，即係啲咁嘢。哇，嗰個藍色㗎，你啊，4450。大概小時候看到心愛的玩具就是這個表情吧。我16941咪呢啲咯。喂，1726，喂，好多好嘢喎。M7024啊，9786。786。幾多過氣名車嘅啫。誒，狀態不是很差，挺好，我覺得都 OK。就一半放下咗心頭大石一半，因為未睇裏邊，外邊就望埋去外邊都應該 OK。但係裏邊嘅車嘅裏邊係點樣咧，就要暫時未知。個車牌係邊個嘅？架車係屬於邊個嘅？車主係邊個？阿強就最清楚啦，呢啲。全澳門。車是他們城市記憶的載體。今天這一趟，好像又回到了風馳電掣的少年時代。Amber 幾年前在內地闖蕩，做過保險、電商模特，為了參加澳門小姐比賽才回來。回歸後，澳門小姐10年才辦一次。Amber 當年報名很積極，因為這是她人生中唯一的參加機會。戴口罩出門了。工作都會背一個很大的，比我的人這麼大。就背着那麼大的包一直到處去啊，就是全部都是裝拍照的衣服或者相機或者是鞋子什麼的。因為我們都離學校很近，反而你住的跟學校越近，你就會越晚出門，然後越晚出門你就會練得要跑，所以我走路都很快。你覺得我走路很快嗎？是嗎？那我慢一點。在一個自己掌握步調的慢城市裡，
快是一种别样的风情。澳门拼命小姐满满一天的工作又开始了。我自己的习惯是把所有工作安排在一天，譬如说我拿了几个 order， 然后这一天化1个妆，全部一天拍完。譬如说一天赶3场，那我就可以1个妆化好1个妆赶3场。对，说白了就是他懒。这是效率，对吧？澳门人都很有效率的。因为距离近，一天转3场的工作很快完成。在澳门，人心也和空间距离一样近，朋友就在身边，快乐来得很简单。对了，面包姐对，面包姐说什么都对。来帮我拍照，快点！哇，你们现在拥有全澳门了。但是我也想去试一下大城市的感觉，就是上海啊、北京这一些，可能每一天都更丰富吧。我一直叫你去上海的啊，真的没有勇气。为什么没有勇气？就是很多不确定的事情会想东想西啊。她是那种 planning 的人，踏实啊，对，她是那种她是冒险的女生，冒险的女生。诱人的社会福利让澳门人更愿意留下，待在自己的舒适圈。认识的耶。就连 Amber 的妈妈也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她生活的筷子基。可是我也是冒险完了，我才回澳门的。哦，冒险完了。对啊。失败了。失败了。也没有说失败，是学习。哦。我不会觉得是失败啊。那我起码我去了，我是成功的啊，是吗？对。我对比没有去的是成功的啊。没有后悔。没有后悔啊，我就是从中学到非常多东西，我现在还是会回大陆啊。大城市应该很不一样吧？很不一样，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得试了，你才知道自己合不合适，跟喜不喜欢。跟你没有去，然后你觉得自己怎么样？但是我这个人也是很难跳出那个 comfort zone 的。对。怎么办？没有这个勇气。就推自己一把，就那么一次啊。可能你去，你又不用。在北京语言大学做交换生时 ，Amber 看到北京之大，于是选择成为澳门少有的爱闯的人。可能你喜欢，你就会喜欢在那边啊。你还年轻，我觉得你可以啊。你都大我2岁，你不年轻吗？也是啦。对啊，所以你要计划去吗？等你带我去咯。可以啊，就一起去啊。你现在那边红了吗？没有啊。还没红啊？你问什么屁问题？那我等别人带我去好吧。小城市的好处是，想见你，肯定会马上见到你。好朋友薛凯琪特意来找何超莲玩，我想看他的反应。现在直接上去最顶。本以为是来逛吃，万万没想到第一站是去澳门塔玩心跳。欢迎莅临澳门旅游塔。薛凯琪很早就跟何大胆约定好，除了演戏需要，她不跳伞不蹦极，除非是和未来老公，这一跳算是定期。何超莲选了難度低的高空行走，讓薛凱琪做起。出去望下，我喺個綠色嗰度望。如果你都要填一張方，一出去離開呢個門口就要填一個 A5 方。哦，係咪生死狀？係啊係啊。超烈，佢話去到綠色嗰度已經填生死狀。再見啦。他很坚持，他非常坚持。我就是不出去，你自己去，好姐。有2个很怂，外面超怂，你要一直拎着那个绳子。OK， 咁我哋出發。加油啊！如果你覺得冇錯啦，你掹條繩下，或者我哋過嚟呢度影張相先好唔好啊？好啲。嗱，OK， 下邊9腳過先。跟住左腳。OK。呢度比較緊啲。沒辦法。聽我講嘢啊！驚我啊！驚唔驚啊？唔驚，唔驚。講大話。驚唔驚？你看他表情，你看他表情。我話你喺入邊仲驚我啊！我哋呢度影緊張好嘛？面向珠海嗰邊。OK， 個人慢慢向出邊行。OK。哎呀！擺個 pose 跟住靚相先。OK。OK。哎，超玲，
你過嚟呢度，我哋可以手碰手啊。放鬆放鬆，OK， 放鬆，係啦，放鬆個人，係啦 ，OK， 隻腳伸直腳，係啦。你跳過奔馳咩？我喺黑名單啊，你唔知咩？黑名單？我爹哋擺㗎。哦。我哋唔跳得啊。而家得啦。而家得啦。係啊，而家得啦。不過我又覺得尊重下佢算啦咁。係咩？我哋呢度。Mario 跳過啊嘛，我知。係啊。Mario 同我講，佢話我哋而家唔係黑名單啦，我哋而家放翻出嚟啦。我唔識得跳過啊，前2日嚟跳啫喎。咪就所以咯。哦，係啊。我哋細個啱啱開嘅時候喺黑名單。哦，因為佢唔想我哋跳，佢驚我哋危險。啊 ，OK。跟住後尾咧就唔知幾時開放翻。係咩？咁我哋就可以跳啦。哦。所以 Mario 成日嚟跳。哦。跟住佢就叫我都跳，咁我就話咁好似有啲衰喎，阿爸話唔好跳喎，咁我就冇跳。就前2日佢嚟跳咗。OK， 我哋上先。你回來啦！我回來啦！我終於知道我剛才想什麼。不是，我跟你說，剛剛你們錄的那個畫面，應該是外面的人很輕鬆，裡面的人很緊張。對，然後我突然之間覺得咧，好似你媽咪啊！唔好再做我牽動作啦，快啲翻嚟，跟住又拍住你咧。哎呀，好笑。OK， 我哋呢邊先。哇，怎麼這麼美？真的好看，好美啊！太漂亮了！哇哦！可不是嘛！可以，这太无聊。我们自己想一个。铁打的闺蜜情就是我再担心你，也要为你记录冒险的过程。他们从来没有一起在澳门玩过，对接下来的行程充满期待。好食。设计师的思维不是按常规运作的，比如达哥打麻将的时候，会一脸认真地根据色系码牌。城市不大，达哥就在他的工作室拓展想象力的疆土，做图、画画、设计衣服，偶爾也有學生來上課。OK， 嗱咁樣，你下嗱呢一個你唔好喐佢啦，你而家去新呢個嘛，你去翻。OK， 你畫咗佢先。好啦，嗱而家睇個成個結構啊。睇你呢張澳門嘅平行時空系列最新嘅一張嚟嘅，周一邊大橋澳門連接氹仔最舊嗰條橋，我呢度福隆新街嚟嘅。呢一個系列我都係會有300秒嘅作品。呢幅就營地街啊，呢幅。達哥把對這座城市的感覺用自己的方式保存下來。呢個就舊嘅澳門大賽車嘅看台嚟嘅。畫裡是平行時空的澳門，歌裡是成長的經典記憶。設計服裝用澳門的地區概念劃分，個人品牌工人球場的位置是現在的新葡京。澳門嘅南邊咧，即係南環啊、西環啊嗰邊咧，即係歐陸色彩重少少。咁就有保留啲葡國嘅文化咧，都喺嗰邊幾多嘅。澳門嘅北區咧就係黑沙環啊、青洲啊、台山，咁我哋就將佢嘅一個統稱，即係黑青台。譬如行時裝表演嘅時候咧，好多人都問，特別喺有中國人嘅地方都會問，其實呢個係咩意思嚟㗎？係咪一啲幫會幫派咁嘅意思？其實我唔係嘅，其實代表咗個區域。好多呢一種古仔隱藏喺裏邊咯，即係將一啲澳門嘅元素用一啲另外一種手法去演繹佢。係啊，呢個我嘅樂隊嘅專輯嚟嘅。呢幅相咧就係喺黑沙海灘度影嘅，都9年前啦，都變化好大，體重都變化好大。嗰時我短頭髮。達哥總說，年紀越大，越想留下一些值得回憶的東西。他用一顆求知心延續並創造着澳門記憶。都18歲啦，今年已經18歲。從工作室下一層樓，就好像穿越到了平行時空的另一個世界。這是澳門唯一的 Live House LMA。Dixon 從達哥手中接過 LMA 已經2年，雖然是現任掌門人，在音樂前輩面前 ，Dixon 還是得叫達哥一聲老大。有年輕血液加入，
达哥不担心 LMA 會跟着自己變老。最近他們在策劃一場融合演出，吸收各個地區和風格的音樂。藉住呢個機會就做多啲本地嘅嘢啦。其實本地都好多題材可以發掘嘅。散會前，達哥還是不忘強調本土元素的重要性。個社會個城市發展得越嚟越快，就等同於有好多嘢好快咁樣消失。第一個希望想自己將一啲有感覺嘅嘢用我自己演繹方式保留落嚟啦，留翻呢啲都係一啲回憶、一啲經歷啦嚇。咁所以我都係刻意做呢樣。即係你哋可能有自己啲 idea 都隨時可以同我講，真係㗎，隨時同我哋講話，其實你哋可以咁樣喎，你哋可以咁樣。係啊，冇錯，完全正啊！我覺得呢度好，就咁。辛苦大家。辛苦晒，thank you，感謝 ，thank you，Good Friday，Good Friday。又開始準備過年呢一波嘅嘢㗎啦嚇。而家唔同以前我做到要開夜工嘅年紀啊！而家點解啲高樓大廈俾點啊嘛？所以唔同㗎啦。真係做105。爆竹、神香、火柴是澳門昔日的3大傳統手工業，如今只剩下神香店尚存。這家老店也許過不久就要永久關門。當面臨老店離去，陳顯耀害怕失去的不僅是一種文化記錄，一位拍攝對象，更是20年建立的情感連結，無言的默契。我說這一台麻將打了10年了，這個是10年前的。還是那4個人？對，這張照片我沒有約定的，我就找到。剛好10年那一天，那個時候我去拍的，都是這個人，也是脫衣服在打麻將，但是地方就不同了，他這個店鋪又搬過一次了，這個也是10年，前後10年，這兩夫婦10年前，整個店裡面的格局已經變了，他賣的貨也不同了。影像這個東西其實是很特別的，很奇怪的。有時候你在拍那個時刻，你覺得這影像還是很普通的，但是經過歲月的洗禮，它這畫面就會變了。有時候特別是澳門這個這麼高速發展的一個社會，有時候變到連我們也想象不到的。你好像就這個畫面這樣，以前是海來的。10多年前是海來的，你看過去是一片是海，就是這2條橋的。但是你現在一看，馬上整個空間就不同了，變化得很厲害。這種畫面怎麼說呢？我就不敢說它是珍貴了，我覺得這個這條視頻就是我拍的了。我能整個天歌最有現場感，就是我這片段。你去邊度啊？我地球翻唔翻啊？咩事啊？水浸啊！水浸啊！喂，而家嗰個銀行做咩？而家銀行啊？你浸咗嗰個無人機啦！點知游水都冇開呢個？你非常危險。嗱，這個就是啦，這個就是它了。你識唔識游水啊？因為我比較熟悉這一區的地理環境，哪裡是有什麼東西怎麼樣，我都基本是知道的。你識唔識游水㗎？因為這個水來得太突然了，我也不知道現場有這麼多人的。如果這裡再高30公分，就可能就麻煩了。那個時候，其實我問他你會不會游泳？我說如果你不會游泳的話，不要走這裡。其實我在跟他們說，因為我怕他們走出去他的店，去那個店的時候，那水更深，他們要搶救他的財物，那麼其實那個時候是危險的。我拍了20多年了，一直拍就是拍澳門。你覺得拍照的速度跟澳門變化的速度比起來，哪個更快？我覺得我到現在為止，
还能跟得上这个城市的变化。陈显耀熟悉澳门，犹如熟悉自家庭院，在方寸之地种下穷之不尽的灵感。他拍摄的是时间。喂，张国荣啊，他的爱，我的爱人张国荣，到了恋爱相，所以我现在就把恋爱的好运传染給你。何超蓮和薛凱琪來老城飯店打卡。我想問咧，細個嗰啲咧，你有冇玩過吹波嗰啲咩啊？有啊，一吹完出嚟一個波。係啦。我哋想睇有冇？哇！你睇後面啲錢啊！我呢張係91年啊，呢張好似啊。91年㗎，我91年出世㗎。係啊，嗰時當心啊，當名台啊都有得當。乜都可以當㗎。係啊，乜嘢都可以當。咦？這個是我昨天的那個教練。我昨天那個爬龍舟，教我爬龍舟的斯朗。哇！行走澳門老城，你會發現不少都是陳顯耀走過的路，和你已經看到過的熟悉面孔。生意興隆，你係嚟買蛋撻㗎？係啊。咁點解佢冇嘅？哦，係啊，今日切粉。係啊，我睇到佢哋笑聲好似啊。不是他認出他來，不是因為他的臉，是因為他的笑聲。才不是你的臉。好，謝謝。熱嘅喎。啊，是啊。它有點像個浴缸。還不錯哎。但我喜歡更甜的。這個已經很甜了。但是不夠你甜。我就知道。嗱，招牌豆腐花，你要唔要嗌個咁樣嘅全餐？你嗰度乜都有咯。因為問下佢點嗌咯。睇下你嗰個咩？豆腐最正啦。即係你係豆腐加鵝腸，即係我可以自己嗌自己嘢。啊！得，係咪你冇發現咧？澳門人係熱情好多，即係隔離台係會喂你嗌呢個啊，點食？係。所以我喺度，尋日喺度錄我都話，澳門嘅人情味係好濃。哎，你覺得新葡京長得像什麼？花。蓮花。是，它是個蓮花，然後但是我覺得它長得很像一個菠蘿。就，所以你呢？你小時候什麼時候來澳門？你就常來嗎？小時候也挺長的，小時候都是爸媽帶我來，就是因為澳門很近香港嘛，所以如果爸爸如果工作很忙，就沒法去遠一點的地方旅遊，所以就選擇澳門。我們就常來澳門，然後就吃葡菜。所以小時候對我來講，澳門就是這回憶也是有點家庭的。對，我就是我爸會經常來開會嘛，所以他開會我們玩。但是在澳門玩，小時候也不能出去。咁你哋玩啲咩？我哋係喺葡京，因為喺條街度驚危險，即係澳門細個治安唔係真係咁好咧，唔可以真係去咯。所以我細個都冇真係去。所以澳門對我嚟講就係我唔識呢啲街名啊，譬如可能去過大三巴一定去過啦，跟住你話手信街又有去過啦，但係其他啲好 specific 嘅地方我真係唔識。我嚟澳門我唔係食好多葡萄牙菜喎。你係食咩多？細啲嘅鋪頭咯，即係嗰啲澳門啲嘅茶餐廳啊，跟住澳門啲嘅嗰啲叫咩？澳門有個咖啡好飲嘅，係跟住葡撻啊。但我驚真係食唔到咁多。我今日係特登為咗呢個節目食嘢。我同你一樣，我頭先行博物館，你今次有冇食嘅？我冇喎。我點解嘅？我哋兩個機心都好重。我係諗住今日係嚟食嘢。身為賭王的孩子，何超蓮卻像澳門的遠親，對於這座城市的認知僅限於自家產業。一天的老城行走，讓他對澳門有了新的理解。